大伙啊，我也是真没想到，西部大陆这玩意，我们时隔4个月，居然还能做到第6期。前段时间我不是做了个西部大陆手游的试玩嘛，但我发现挺好的。后面想着看有没有机会能再做些内容，也觉得这几天机会来了。就前几天手游上线了曾经端游的超人气精灵大地丸，有些没玩过的人可能不懂这个宠物对于西部大陆玩家是个什么概念。这么说吧，记得我们以前只要你在班上吹牛，说自己号上有大地丸，绝对有一帮玩西部大陆的人来找你借号。所以这次大地丸上线手游。作为西部大陆10年老粉的我，不得回坑看看啊！这次大地丸活动分为2种，一种是正常做活动，慢慢获得普通大地丸；另一种是30周保底的闪光大地丸。2个除了颜色不一样以外，属性没有区别，说白了就是个皮肤。我对于闪光这类的异变没什么特殊情怀，所以我们弄个普通大地丸就行了。这次大地丸的获取活动也是非常简单，我们需要进入大地丸的数据中枢，通过各种解谜清理地图内的病毒模块，修复进度条，30%数初始形态精灵，100%数进化道具。这对于我这种解谜王来说，不是随便拿捏。什么？正在清理数据异常，得等整整18个小时才能拿到大地丸。如果我是正常玩家，那我肯定等了。但我能等，观众能等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今天都必须拿下这个大地丸。氪金 ，take my money， 恨着拿下。拿下大地丸之后，我本来想着号上现在没什么材料，先慢慢养着，就先随便给他喂了2口大果，升到了40级，从狮子头进化成了技术形态的大地丸。我刚升了点级，出去突然看到了累充奖励，他们这累充奖励直接就能让大地丸100级满心魂。那我刚刚大果不是白费了？能把大果退给我吗？我请问了。大地丸升到100级之后，我也直接用上了材料，给大地丸进化成了大地轰雷丸，还顺便领了一个手中牛车。这我们拿到新宠物必须得来狠狠的爬一波塔，试一下这大地轰雷丸的强度，顺便用大地轰雷丸带着包里的宠物升级。这个挑战塔每层都会获得各种各样的奖励。我们现在账号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有大地轰雷丸是100级。看过我前几期西部大陆的应该都懂，没有辅助再强的 C 到后面也是被一脚踢死的命。不过我们的大地轰雷丸也是非常变态，硬生生的凭借1己之力砍到了挑战塔第29层，然后被对面靠着卑鄙的属性克制给斩于马下。不过我感觉应该可以打这波，他就算是属性克制也只打掉了我150滴血。如果不是我自己用了一下过热这个烧血加双攻的技能，应该是死不掉的。我本来想的是用过热的双攻，但不像大地轰雷丸地狱半血加双攻，一刀给对面一个雪莉兰秒了的。结果没想到他一下直接爆了我229滴血，直接就给我秒了。再来，之后我也是优化了一下打法，放弃了过热加 buff， 直接螺旋冲击复读，正好触发雪莉兰第2波技能，帮我们触发了解线模式，也是直接2刀就给雪莉兰逆转了。除了这个爬塔以外，我还玩了一下大地丸的模拟训练。这个模拟训练也挺好玩的，有5个难度，每个难度的 BOSS 都有不同的 buff， 我们得用它指定的6个精灵，通过自己的理解来通过这个挑战。简单，看我直接轻松拿下。第一个 BOSS 虚灵幻术的特性是先手伤害更高，这个 BOSS 没什么难度。系统这6只精灵有一只精灵叫做视野狮丸，它的其中一个技能反作用能把对面打我们的伤害如数奉还。难度1，我靠这个技能弹了 BOSS 一下，再加大地轰雷丸砍一刀 BOSS 就死了。难度2也只是2打2，对面有个场地 buff， 这个也不难，3个空兵马路无限对对面用干扰，大地轰雷丸狂砍就过了。难度3的 BOSS 是99滴血的滚石龙鱼，这个 BOSS 的特殊 buff 是技能伤害增高。我的打法是先用属性克制的波克尼赖一火磨到他几百滴血，然后再换上我们的视野狮丸使用反作用。我都没想到这次大地轰雷丸还没出场，一个反作用直接弹了对面的滚石龙鱼567滴血，直接给他反死了。反作用这个技能好强啊！难度4的 BOSS 是2000滴血的蓝龙丸，他的 buff 是技能附带额外伤害，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难度4是这几个挑战里最简单最不烧脑的，因为我们这6只精灵中的幻光龙姬有的对 BOSS 造成1%伤害的毒粉，跟配合毒粉用的青草包子，天哥这种没回复的漏机子 BOSS，2个技能来回按，这蓝龙丸就被我们磨死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个模拟挑战难度也就这样，都准备去看其他内容了，没想到这个臭鼬夫人 buff 居然是每回合每秒到他直接满血，并且他有4399滴血。我磨了半天，试了各种组合，最后还是大地轰雷丸应对 buff 加上幻光龙姬的回复，一个大招爆了这个 BOSS 5000多滴血才给他劈死。你们都不知道这双出出来的时候有多爽，简直无敌。总的来说，西部大陆这次大地丸活动，无论从情怀的实际体验都是很值得一玩的。而且最近几个版本都上线了大量新异种跟各种新春活动，游戏内也没什么强制氪金点。手游这一波大地丸回归是真的有点我童年回来了的味道，金色异种大地丸更是帅的不行。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给3连关注，寻音乐更多有趣游戏视频。那对吧？我是令，我们下期见。